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。今天我们要开一个比较有趣的企划，就是纸模型。那我们就是会介绍一些小技巧，让大家知道有一些工具可以用。我这一支也是第二支粘好的东西而已，所以如果有什么错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前辈海涵一下，前辈海涵。但是我们我们知道的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现在来介绍工具。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，就是你可以买得到的纸模型，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，一包嘛，对，就是纸。那这种是要自己切的这要自己切这个是帮你切好的哦，就是零件都好，你只需要折一折，然后粘起来就好了。哦，对。那在制作上面，我会觉得要切的会困难度会上升比较多。哦，这个比较难。应该是说，因为你要自己切，时间会多花很多。然后这种的话，就是粘的话会比较简单，就他已经帮你裁好，对，他帮你裁好，你比较不会那么痛苦。首先呢，先介绍切下来的道具就很普通，就是笔刀。笔刀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超音波刀也可以吗？超音波刀不行，因为超音波刀它是高速震动，所以它会焦，它会焦掉。了解。对，然后笔刀的挑选就是我们最直接的，就是推荐你这个欧法的，这个最利的。刀只要钝了就要替换，就是要替换，因为刀钝了你切下去后就会起毛片。哦。好，再来是夹子。夹子的话，你要选这种尖头的跟圆头的，这个可以准备2支。尖头的就是夹住你夹的时候，纸就这样夹住。示范一下。就是你这种直角里面一定会有一片嘛，在后面。那你在夹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把它按住。这个就是一个方式，就是把它按住，然后按一下就好了。对，不用一直夹住。对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就是让它按住就夹住的，它就会紧。那再来是粘，就是粘那个胶水的道具。粘胶水是用锥子？对，就用锥子就好。然后锥子你就是保持它就是尖尖的，前面不要就是前面不要有那个浆糊在上面就好。那再来是，我要用粘，就是这个是我目前都是用这个粘。白胶就是白胶而已。快干或者是保丽龙胶？不需要，因为保丽龙胶它会砍锡，它干得快，然后会砍锡，不好用。然后白胶其实最好用，白胶比较好用。对。然后再来准备一个不会被白胶粘起来的纸，就是厨房餐巾纸。你如果用普通的，所以你如果用有时候卫生纸，它会就会粘那个屑屑，再粘那个夹子跟你的那个锥子上面。那用布也可以，用布也可以，湿的布也可以。了解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，就是粘的一个小技巧。这个白胶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不管是白胶或瞬间胶这种类型的，只要是胶，你用的越少，它越黏；用的越湿，它就越不黏。这个你只要沾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像这样子，这么沾一点点就好。这个都算多，因为你的纸模型上面的那个连接点都很小。然后薄薄的一层就好了，薄薄的一层。什么叫薄薄的一层？就这样子，薄薄的一层。那这个我们之后在粘正式版的时候，会再录一次给你看。然后弄上去的时候，这个边就是要对好，当然就是放大版的，然后那个小的会比较好对一点。那对好了之后，你就是把它按住，就把它夹着，然后整块都把它压一下，捏对，压一下，它马上就干了。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因为这个是平滑的光滑纸，所以它干的速度很慢。对。那如果你是平常的那种纸，上面的毛细孔比较多，它马上就抓住了，是干超快。不需要多。了解。然后你胶水一旦多你的纸就容易烂掉。
哦，你就会软软的。那因为里面还没干嘛，那里面还没干，它都是水分啊。然后你如果压到的话，它就变形，所以越干越好。哦，越干越好。对，理解。啊，当然是不能够说你完全干到就是没办法粘上去这样。对，那如果你今天你是需要调整的话，你就稍微涂抹多一点没关系，哦，就稍微多一点就好。对，那如果你要拆开哦，其实就没什么办法，你就是只能够这样子把它撬开，要不然你就是要重弄一块新的。对，如果粘错的时候啦，因为难免有的时候会粘错，所以我们会推荐你，就是你一块完整的零件下来之后，它需要折嘛，你先把它折起来，折成就是折成它的形状，看清楚是长了什么形状，然后去思考一下哪边要先粘。有的时候我说你先粘这边也可以，那边先粘也可以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它一定有一个顺序，说你这边先粘会比较顺。这个是我做完这一支50合体之后的一个感想，就是要去想一下，说这边粘起来，等一下这边会不会干扰？会不会干扰到你那个夹子，根本就没办法讲。你看我刚刚这是抹在边边的嘛，为什么要抹在这么后面的地方？因为你抹在前面这边是增加你的抓力，没错，但是你实际上你在边边，你在最后表面是在这里。你如果这边是捧起来，就是像这样子，如果你这边没有粘胶的话，就像这样子，这样就很丑。哦，碰碰。所以我会就是这边会抹多一点在这里，因为那边是看得见的。对，这边是看得见的地方，然后你在夹的时候也是，就是朝这样子才会锐利。你要先观察说这个纸模型是什么样的状况。像这一支是我们这次要制作的大比秒，那它的状态就是你要看零件的号码去对号码，然后粘起来。这个是折线，然后通常都是边边的地方会这个边边的地方就是让你粘的地方，像这个还有这个都是粘的地方。那这种虚线叫做凸线，就是锋线。起来就像这样，这个叫做锋线，就是凸线。那凹线的话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是这种虚线，这种一点横一点横，这个是凹线。哦，就是像这个锥子就可以了。比较钝的，像是圆珠笔的断水的圆珠笔，对，然后你就是拿那个直尺。把它跪着，然后去把它这样子画过去。画那个折线出来。对，你要画折线要不然你这样子折是折不起来。对。然后每一条都要画，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你要切下来，然后还要自己弄折线，这个会稍微麻烦一点。我是做那种比较曲面比较多的，比如说像是人脸啊，这种有曲面比较多的，或者是大腿、手指这种曲面比较多的，那你要怎么弄它才会比较圆？因为它还是会有折线在上面，可是实际上你要把它凹成大腿的时候，它不能给你很多折线在上面嘛，要不然你这折起来超丑。对。那所以你可以用这个，你可以拿笔杆或者是拿这种锥子的后面，然后把它做折凹的动作，就是把它滚一次，在这个上面把它滚一次。这样子它就会圆。有没有？像是所有的圆形基本上都是要这样子，你只要像是这个50合体这种圆形的边，这个你都要先滚过。这都是你滚过才要这么圆。你要滚过才会圆。对。那我的习惯是会先把它裁下来，要不然切大块一点。对，就是我会避免说它。等一下我如果失手的话，就切到另外一块去。这样先把它弄下来。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你刀子就是锤子嘛，然后基本上都是这个方向，你不要斜着切，不要这样子切，这样子切你一定会切完。基本上这样切才会用拉的。用拉的。
然后切的时候就是要转那个方向。所以你都是用切，不会想说用剪？不会，剪的比较麻烦，因为你剪刀剪下去，前面其实会有一个破口。你的剪刀如果不是好的，应该不是说这种专门在剪这种纸的，它会有一个类似破口的东西。你看，这剪刀剪下去之后，它前面其实会有一点点破碎的感觉。糊糊啊，那个这样子就不锐利，其实就不好。你都先切同一个方向，这样就很好切，然后再切下一个方向。那如果曲面怎么办？曲面就是曲面的话就是要转。转子。然后把它压过去。这不会划破吗？这不会划破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是用那个圆圆的那种前端圆圆的那种笔。对啊，但是这边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划破，所以这个我也不用换，用这个比较快。那你每一个都要划过一次。那这样子完了之后，在这一个的前面，所以你就要去找。粘的时候呢，不要太多，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们这个是127。这个在涂的时候，你可以涂在这种凸面，也可以涂在凹面，都可以。然后看情况涂，然后就是粘上去。那粘的时候，就是你要对好去压就好。然后因为这个零件很大块，所以我们都是用手去压就可以。那当你遇到那种很细的细缝的时候，你可以使用。就是一些像筷子啊，或者是长形的棒状物去，就是从里面去把它固定。那像这2块的话，我会涂在这里。那就合上去。那合上去的时候，就是把它反过来看着。那它这个有的时候会不太好合，你也可以先拧一边就好。就是前端这边要让它密合，所以胶涂前端都会拧。这边反正就是你要密合，就是你这边一定要有胶啦。对啊，可以少一点，它干得很快，它就一上去就粘住了。对，你涂的越多，它干得越慢。啊，总之就是这些。只要是靠近边缘的地方，你就要稍微涂多一点。就是随时手如果太脏了，就是要去洗一洗，再回来就。所以你压的话，就是夹子夹一下这样。就是夹子用按的，你就是这边你要压手指头压住这一边，然后是用夹子的尖端去压，就按一下。
这个是尖尖的爪子哦，你只要遇到这种尖尖的爪子，要稍微修一下，因为这个纸是有厚度的，所以你折起来，折到最后它会这样嘛。然后如果你尖尖的那边哦太多的话，它就会就这边就会蓬起来，其实这边就会蓬起来。所以你要把它对，所以这边你要稍微修一下，把它修小一点。遇到尖的时候，对，遇到尖尖的地方的时候，你稍微修一下。修掉一些纸，把它弄掉一些，它就会比较，你看这样子它就会比较贴合。然后你这个要粘得漂亮的话，你就是在平的这一边涂一些，啊这边这个尖的这边也涂一些。然后你在粘的时候就是看好了，粘这边一定要有一个抵住的哦，这样子，然后你去夹住它，这样子才会平，对吧？然后你尽量手要干净，不要有什么灰尘啊，然后脏脏的，或者是你粘到你的白胶，然后手上有白胶勾上去就很丑。然后这种东西，因为这个时候你会比较难处理，所以可以的话，你要先你要粘其中，先粘其中一个。我感觉没什么卡路可以。对，就是你会没有卡路。然后这里，它因为它这个是这样子的形状嘛，你可以从后面看它有没有弄好。弄好的时候稍微压一下，压好之后你再把夹子弄到这边。你如果要一次粘的话，就是3个都要压，你每个地方都要压到，要不然它弹开的话它就错位的时候，你就到时候会麻烦。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，就是584这一块，然后这个地方584，那你把它合上去之后，是不是584这个凸凸的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？对，这个超过了的话，它就会影响到就是这个转折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就要修。所以有时候也不能有的时候对，有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地方他可能没有考虑到。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粘，所以就粘开心的。对，你看像这个反的，它这个就会弹起来，所以你这里要先来一个反的，先固定好。哦，终于处理完了，好累，搞了很久，这个搞了真的很久，好几个月。从5、6月就4、5月，还5、6月就开始做，可以啊，那可以做，它可以站得起来。哦，这样一展啊，大了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有60公分哦，这个桌垫就已经45公分。对，那你这个翼展是比你大。对，这60公分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纸模型影片，历时了好几个月。那下次再有机会再呈现。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做好了。呈现新的模型给你们看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了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那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，拜拜。如果喜欢什么其他的，点菜，可以点菜一下。太难就。